這期視頻帶來三星剛剛发布的3热屏手机三星 Galaxy Z Fold 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上手啊。OK， 那这个是它的这个外屏啊。其实我们从这个外屏的观感，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外屏是和 Z Fold 7有点像。如果说我们旁边拿一台三星 S25 Ultra， 你们其實可以看到啊，這個它會比它更瘦一些，對吧？然後並且呢，其實它的這個整個的屏佔比的話，可能也沒有三星 S25 Ultra 的屏佔比的這種觀感更好啊。主要是因為這一次它有2塊屏幕，所以說我覺得可能也是因為更多原因是也是要保護好這個外屏，因為這一次這個外屏也是用了這個第2代的這個大猩猩玻璃，所以說其實在耐磨性方面和硬度方面，其實目前日常使用上應該是問題不太大的啊。並且這一次這個手機的這個外殼，我們可以看到啊，背面的這個外殼也會比三星的 Z Fold 7的這個外殼的這個背面的這個質感要更好，同時它的硬度也會更好，採用了這個陶瓷玻纖材質，也就是它的硬度質感也會比Z Fold 7更好一些。然後它的這個打開的方式其實是和華為的那個3熱屏幕不太一樣，因為它是有2塊屏幕，所以說呢它並沒有共享1塊屏幕，所以說如果說你需要使用內屏化，也就是那塊大屏幕的話，大家應該也都看到了，需要折一下。再折一下，就可以使用它了。然後你就能獲得一塊這個10英寸的一塊屏幕了啊。整個觀感來說，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從鏡頭來看，可能在某一些角度啊，你會看到一些折痕。但是我們在日常的這種使用當中來說，其實這個並不是非常礙事。這種色彩豐富的這種場景下，其實觀感來說，並沒有這種非常大的這種影響。裡邊這塊大屏幕呢，其實今年三星在軟件上面其實有了一些有意思的一個體驗了。首先呢，其實就是我們日常打開應用的話，如果說我們打開一個應用的時候，我們切換回外屏，我們看能不能切回來？是不行的。也就是說，如果說我們內屏使用的應用，如果說我們再切回外屏，你就是需要重新打開的。三星接下來軟件這方面的接續方面，我覺得其實是提升一下的啊。第二呢，我們在這塊大屏幕上能幹什麼呢？這個其實是很多人在思考，在這塊大屏幕上看到更多的這個視覺。比如說我打開小紅書的時候，常規的一個豎版手機，我們能看的內容也就這麼多，也就是大概也就是4個。但是我們如果說通過這塊10英寸的屏幕的話，其實縮小到最小，我們可以看到10個內容，並且我們點開之後，左邊就和折疊屏其實差不多，左邊是圖片或者視頻，右邊是相關的評論。這個其實是我們觀看一些應用的一個體驗。第二呢，其實我覺得今天我在體驗的時候發現了一個非常有用的一個點啊，你們可以看到，這個時候其實就可以凸顯出這個大屏幕的一個優勢了。之前我們在一個直屏手機上面去這個剪輯一個視頻的時候啊，其實最苦惱的其實就是屏幕其實橫向的時候也不太夠用，豎向的時候也不太夠用。那麼這樣的一個大屏幕的話，其實我們就可以在左邊來進行一個詳細的一個作為一個尖屏，也就是尖屏來進行一個使用了。那右邊呢來進行對應的一個這個編輯，比如說我把這塊剪掉，是吧？這個其實是在這塊大屏幕上看到了非常有用的一個效率上的一個功能。第二呢，其實我覺得就是類似於這種文稿類的一個應用了啊。說我們在這個文字編輯的這種場景下，比如說我打開一個筆記，然後呢選擇一個空的筆記，那這個時候呢，從下邊往上呼出這個 dock 欄。那比如說我需要一個相冊啊，插入一個圖片，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可以使用分屏的方式啊，左右或者上下的方式來進行這種分屏。那同時呢，它也是一個兩口。這個時候呢，比如說我想使用這張照片，然後插入到這個文稿當中，長按它，然後拖拽，這個時候你們可以看到這張圖片就已經拖在這個文稿當中。這種體驗其實是和我們在這個平板或者說我們在這個 PC 上面使用的體驗是非常像的。那麼剛才我們也可以看到啊，它其實也是支持了這種多應用的一個這種分屏。比如說我們左右的這種方式，如果說我們使用分屏的話，它會自動生成一個分屏的一個應用。你們可以看到，在這個 dock 欄上面有一個這個，點開之後，它自動就打開我們上一次的這個分屏的一個組合。打開短視頻，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再打開一個剪映，好，這個時候。然後呢，我們還可以，比如我們再選擇一個瀏覽器，這個時候我們再回到桌面，你可以看到3個應用也可以在一塊屏幕上來進行使用，就可以進行3個應用的一個這種多窗的一個使用了。當然啊，除了剛才這樣的一個使用之外，比如說我們在一個應用上，比如說我們可以來進行小窗口的一個使用啊。
瀏覽器。你们看，其實這種體驗其實是和平板或者說在這個 PC 上面這個體驗其實是有點像，對吧？那這一次呢，这個三星也把這個 DEX， 也就是之前的那個投屏的那種體驗，也是下放到了這一次的三折屏也是手機的這個性能上面的。它除了支持这個本地的這種之外呢，也是支持了，比如說通过 C 口连接外部的这种屏幕来进行这种多屏幕的一个体验。然后我还有一块屏幕来双屏这种使用啊。怎么来输出呢？我们从底下后台是吧？后台切换往这儿一滑，你们可以看到有4个，它自动呢是生成了4个虚拟桌面在这里边。我们点在这里，哎，和刚才的桌面其实是没什么不一样的啊。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随便打开一个应用啊，比如说我打开一个抖音，你们看到没？它的这个应用的这个上边多了4个全屏，这个呢，这个是一个最大化、最小，这个是还原，然后最小化。最小化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 Dock 栏这里，你看到 Dock 栏这上面有一个横，也就是说它在后台运行当中，点一下，哎，可以继續來使用。有對應的一個操作，比如說從桌面工作站空間中移除，向左對齊，向右對齊。同時，我可以把它通過叉來進行關掉它。你們還記得剛才我們在這個常規的這個頁面當中啊，有一個分屏的組合，在這裡呢，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灰色的進行了一個保留，點開一下，看看它是什麼樣的一個體驗。也就是說，它無法在這個桌面上面來進行這種分屏的這個使用，也就是說，它其實是和之前的這個系統界面是隔離開的。比如打開微信、屏、短視頻、東方財富、小紅書。好，你們可以看到，這就有多個應用來進行這種操作使用了。這樣的話呢，其實我們就可以在這塊10英寸的一個屏幕上面來進行類似於 PC 或者安卓 PC 或者叫平板上面的一個操作了。比如說娛樂界面，比如這是工作，這是娛樂呢，這個時候呢，這個可能是一個遊戲的界面，也就是說我可以在生成4個類似的這種桌面。那同時我們也可以剛才也說通過 C 口方式再來進行這種多窗口的一個體驗了。這個其實也是這一次三星在系統上面針對這個10英寸的這塊屏幕所帶來的一個解吧。這也就是三星 Trade Fold 的一個這個內屏方面的一個體驗了。那除了這些之外呢，這一次大家關注的就是它的這個其他配置方面啊，我也快速的來聊一聊。首先就是採用的是這個驍龍8至尊版。相機方面呢，也是一顆2億像素的主攝，1200萬像素的廣角和1000萬像素的這個長焦鏡頭啊。如果說你這個給別人拍照的時候，也是可以這塊屏幕來進行一個使用。你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話呢，就可以來讓被拍的人看到自己啊。這款手機剛剛發布當天，其實有很多人也試過了。如果說我們往這樣彎折的話，你看，它會一直會提醒你，然後直到你做對的位置，然後再給你折回來。那麼整體的重量來看，其實說實話，這個3折疊屏肯定會比對折的這種大折疊屏要重一些，畢竟物理的它的這個體積會更大啊，從而它帶來的這種重量也會更大。當然這一次帶來的大屏幕的同時呢，也是帶來更大的電池，採用的是5600毫安時電池，同時也是支持了目前三星最快的45瓦的快充，而同時也是沒有犧牲它的這個無線充電。這也就是三星剛剛發布的3折屏手機，也是三星的第一代的3折疊屏手機。整體來看，它的這種產品的這種完整度以及軟件上面的體驗，對當下來看，我覺得還是蠻有意思的啊。那好了，那以上就是關於三星的一個3折疊屏的一個快速的一個上手了。然後你們有什麼問題，也歡迎在評論區和我來一起交流。我是大龍，我們在下期視頻再見。